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呀，可真是让我这个从业多年的红娘都感到惊讶。一个四川辣妹子和一个温柔台湾男相识短短3个月就决定闪婚，结果婚后才发现对方家庭背景惊人，这到底是甜蜜爱情还是精心设计的骗局？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跨海峡爱情故事吧。我们的女主角小荣是地道的四川姑娘，今年28岁，在成都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做运营主管，收入不错，长得也是水灵灵的，性格直爽开朗，说话办事雷厉风行，典型的川妹子性格。她爸妈早就催她找对象了，可是小荣一直忙于工作，感情之路走得并不顺利。哎呀，丽姐你是不知道，我妈天天在我耳边叨叨，说我再不找男朋友就要给我介绍相亲对象了，烦死了。小荣第一次来找我咨询时就这样抱怨道。正好去年夏天，小荣参加了公司组织的赴台商务考察，就在台北的一次商务活动上，她遇见了男主角阿瑞。阿瑞本名陈瑞阳，32岁，台北人，是一家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。第一次见面，阿瑞就给小荣留下了极好的印象。丽姐，我跟你说，那个台湾男生长得可真帅，不是那种小鲜肉的帅，是那种成熟稳重又带点书卷气的帅，说话慢条斯理的，声音低沉，听着就舒服。小荣回忆道，眼里闪着光。活动结束后，阿瑞主动加了小荣的微信。小荣本来以为这只是普通的商务往来，没想到第二天阿瑞就发来信息，询问他在台北的行程，并热情地表示愿意当他的导游。我当时还纳闷呢，想说这台湾男生怎么对陌生人这么热情，后来才知道，原来他当时就对我一见钟情了。小荣笑着说道。于是，在小荣台北考察的最后2天，阿瑞成了他的专属导游，带他去了不少台北当地人才知道的美食小店和景点。阿瑞细心体贴，知识渊博，让小荣感受到了不同于大陆男生的温柔。回到成都后，两人开始了跨海峡的异地恋，每天视频聊天，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虽然两岸同文同种，但文化习惯上还是有不少差异，这让两人的恋爱增添了不少趣味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台湾男生真的好细心哦。阿瑞每次跟我视频，都会记得我上次说过的小事情。我随口提了一句，喜欢吃一种台湾的凤梨酥，下个月他就寄了一大盒给我。这在我之前交往的男朋友中简直闻所未闻。小荣兴奋地向我分享，而阿瑞也被小荣直率开朗的性格所吸引。瑞仔，你真的很喜欢那个四川女孩吗？阿瑞的好友阿佳忍不住问道。真的很喜欢啦。小荣跟台湾女生很不一样，她说话做事都很干脆，想法也很独立，不会拐弯抹角，让人很轻松。阿瑞笑着说。但随着交往深入，两人也发现了彼此间的文化差异。比如说，小荣习惯了成都人火热奔放的相处方式，有时候会觉得阿瑞太过客气，而阿瑞则不太适应小荣偶尔的直来直去，甚至在某些话题上感到有些冲突。阿瑞有时候明明不高兴了，却还是笑眯眯地说没关系啦，搞得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。小荣无奈地说。小荣情绪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有时候会直接指出我的问题。虽然他没有恶意，但刚开始真的需要适应一下。阿瑞也坦言道。不过，正是这些差异让两人更加珍惜彼此的优点，也在相处中不断调整自己。阿瑞学着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小荣也尝试着在表达方式上更加委婉一些。交往3个月后，阿瑞趁着中秋假期来成都见小荣，并见了他的父母。四川人的热情好客让阿瑞感到宾至如归，小荣的父母也很喜欢这个有礼貌、稳重的台湾女婿。就在这次见面的最后一天，阿瑞在锦里古街向小荣求婚了。小荣，我知道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我确定你就是我想共度一生的人。我爱你的直率，爱你的热情，也爱你偶尔的小脾气。我想照顾你一辈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求婚，小荣惊讶之余，毫不犹豫地点了头。我当时就脑袋一热，答应了。丽姐，你是不知道，那场面太浪漫了。锦里的灯光，围观的路人，还有阿瑞深情的眼神，我哪里把持得住啊？小荣红着脸告诉我。但当激动过后，
现实问题接踵而来，两人要在哪里结婚？婚后是定居台北还是成都？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。我爸妈肯定希望我留在成都啊，但阿瑞在台北有很好的工作，让他来大陆发展也不现实。小荣皱着眉头说，最终经过一番商讨，两人决定先在台北定居，等条件成熟后再考虑回成都发展。小荣的公司恰好有远程工作的机会，这让他能够在适应台北生活的同时，继续保持自己的职业发展。就这样，在认识仅仅3个月后，小荣和阿瑞在台北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。我告诉你们，作为过来人，婚姻不是儿戏，闪婚有风险，大家可千万不要盲目效仿啊！我忍不住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爱情有时就是这么奇妙，它让人冲动，也让人勇敢。婚后，小荣带着满腔热情来到台北，开始了他的新婚生活。阿瑞在台北东区租了一套小公寓，虽然不大，但收拾得干净整洁。哇，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了！初到台北的小荣兴奋地在小公寓里转来转去，比我想象中的小一点，不过挺温馨的。阿瑞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台北的房价太高了，这已经是我能负担的最好的地方了。等我们存够钱，一定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。小荣倒是无所谓，笑嘻嘻地说，没关系啦，我们2个人住刚刚好，以后再换大的也不迟。新婚的甜蜜很快就被现实的挑战所打破。首先是语言问题，虽然两岸都说中文，但台湾的用语习惯和口音与大陆确实有不小差异。丽姐，我跟你说，我刚来台北那会儿可闹笑话了。小荣后来告诉我，有一次我去超市买东西，店员跟我说，这个打折的啦。我听成了这个打咋的啦，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，还以为是台湾的什么特殊说法呢。除了语言障碍，小荣还发现台湾的生活节奏与成都大不相同。台北的生活比成都要紧凑许多，大家走路都很快，吃饭也比较快，不像成都人那样慢悠悠的，随时随地都能泡茶馆聊天。小荣感叹道，不过台北的公共交通真的很发达，捷运4通8达，去哪都方便。另一个让小荣感到惊讶的是台湾社会的发达程度。在许多大陆人的印象中，台湾经济不如大陆发达，但实际上台湾的公共设施、医疗水平、社会服务等方面都相当完善。我之前还以为台湾会比较落后呢，结果发现台北的医院、学校、公园都很现代化，街道也很干净。小荣惊讶地说。阿瑞听了哈哈大笑，你们大陆人是不是都觉得台湾很穷啊？其实我们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还是不错的，虽然不能和北上广深比规模，但生活品质还是很有保障的。婚后第3个月，阿瑞的父母来看望这对新人。阿瑞的父亲陈伯伯是位退休教授，母亲林阿姨则是一位小学校长，两位老人家都很有教养，待人接物温和有礼。小荣啊，你在台北住的习惯吗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哦。林阿姨拉着小荣的手，亲切地问道。谢谢林阿姨，我很适应，阿瑞照顾我很好。小荣感动地说。表面上看，一切都很和谐，但小荣很快就发现，台湾的婆媳关系与她想象中的有很大不同。丽姐，我跟你说，台湾的婆婆太讲究了。小荣偷偷跟我抱怨，他们不会直接说你做的不好，但会用很委婉的方式让你知道她不满意。比如我做饭，她会说，哎呀，这个菜很特别哦，其实就是在暗示我做的不合她口味。而且台湾婆婆特别注重门面，家里来客人时一定要装得很和气，私下里却会提出很多要求，让我感觉压力山大。面对这种文化差异，小荣一开始很不适应。作为直率的四川女孩，她习惯有话直说，但在台湾，特别是在处理婆媳关系时，这种直接的方式却常常适得其反。有一次我忍不住跟林阿姨说，您有什么不满意直接说就好了，不用拐弯抹角的，结果把她吓到了，还觉得我很没礼貌。小荣苦恼地说。阿瑞看出了小荣的不适，主动在中间调解。妈，小荣是四川人，性格比较直爽，她没有不尊重您的意思。小荣，妈妈只是习惯了台湾的相处方式，你也要理解她。慢慢的，小荣学会了理解台湾婆婆的处事方式，林阿姨也开始欣赏小荣的坦率和热情，两人之间的隔阂渐渐消除，关系也逐渐改善。
就在小荣以为婚后生活会这样平稳继续时，一个偶然的发现让她震惊不已。丽姐，你绝对想不到我发现了什么。小荣激动地给我打电话，阿瑞家里竟然超级有钱。他爸爸是台湾知名电子公司的大股东，他们家在台北市区有3套房子，还有一栋阳明山上的别墅。原来阿瑞从小就被父母教导要低调做人，不炫耀家族的财富。他工作能力强，在公司也是靠实力晋升，从未利用过家族背景。他租住的小公寓也是他自己的坚持，想要靠自己的能力创造生活。我一直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工程师，结果他居然是隐形富二代。小荣惊讶地说，那天我去他父母家拿东西，无意中发现了他们家的财产证明和公司股份证明，这才知道真相。面对这个惊人发现，小荣心情复杂，一方面她为丈夫的诚实品质感到骄傲，另一方面她又担心自己会被阿瑞家人看不起，毕竟两家的经济差距太大了。我爸妈在成都只是普通工人，我自己也只是普通公司职员，他们会不会觉得我配不上阿瑞啊？小荣忧心忡忡地问我。我安慰她说，你想多了，阿瑞爱的是你这个人，不是你的家庭背景，而且他如果真的在意这些，当初就不会向你求婚了。小荣将这个发现告诉了阿瑞，没想到阿瑞却很平静。我本来打算等时机成熟再告诉你的，担心你会多想。其实我们家虽然有些资产，但我父母一直教育我们要靠自己的能力生活，不要依赖家里的财富。我不希望你喜欢我是因为我家里有钱，也不希望你因为我家里有钱而有压力。我们的婚姻是我们2个人的事，与家庭背景无关。阿瑞真诚地说。阿瑞的坦诚和真心打动了小荣，他也更加坚定了与阿瑞共同生活的决心。然而，这个惊人的家族背景却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。阿瑞父母对儿媳的期望更高了，小荣不得不努力适应台湾上流社会的社交礼仪。同时，台湾和大陆的亲戚朋友们也纷纷对这段婚姻发表意见，有人羡慕，有人嫉妒，更有人质疑小荣是否是嫁入豪门的算计。丽姐，我最近都不敢回大陆了，我那些亲戚朋友知道阿瑞家里有钱后，一个个都变了嘴脸，有的直接找我借钱，有的让我帮忙介绍工作，还有的说我攀高枝，烦死了。小荣无奈地说，阿瑞家的亲戚也有人不满意，瑞仔怎么找了个大陆妹子啊？语言不通不说，思想也不一样，以后怎么相处啊？面对这些闲言碎语，小荣和阿瑞选择了互相支持，一起面对。只要我们2个人心里有彼此，外人的看法并不重要。阿瑞坚定地对小荣说，也是，咱们过自己的小日子，管他们说什么。小荣恢复了她的川妹子霸气。就在这对夫妻努力适应新生活时，一个意外的电话让小荣的世界再次天翻地覆。喂，请问是陈太太吗？我是阿瑞的同事小林。一个陌生的女声传来。是的，我是，有什么事吗？小荣有些疑惑。我觉得你有必要知道一些事情。小林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犹豫。其实，阿瑞最近在公司和一个女同事走得很近，我觉得情况有点不对劲。小荣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。他想起最近阿瑞确实经常加班，有时深夜才回家，手机也总是不离身。难道这一切都是骗局？他是不是早就对我失去了兴趣？丽姐，你说他会不会是觉得我配不上他家的条件，所以想甩掉我啊？小荣哭着问我，我心疼地安慰他，别自己吓自己，这事还没查清楚呢。有什么事情你要直接问阿瑞，不要听外人道听途说。小荣决定直面问题。当晚，他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阿瑞。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情况，但最近我确实在和一个女同事密切合作，因为我们在准备一个重要项目。阿瑞解释道，如果你不信，我可以带你去公司看看，或者你可以查我的手机。小荣摇了摇头，我不需要查你的手机，我相信你，但我需要你理解我的感受。我一个人在台湾，没有亲人朋友，又发现你家里有这么大的背景，我有时候会觉得很没安全感。阿瑞紧紧抱住小荣，傻瓜，我娶你就是因为爱你，不管你来自哪里，家里有没有钱，都不会改变我对你的感情。
为了让小荣安心，阿瑞带她去了公司，介绍他认识了那位女同事小林。原来小林确实是阿瑞的项目合作伙伴，两人在准备一个重要的商业提案，这才经常一起加班。你好，我是阿瑞的妻子小荣。小荣主动伸出手，小林显得很惊讶。你好，我是小林。等等，你不是昨天给我打电话的那个小林吧？小荣突然意识到什么，阿瑞和小林都愣住了。经过一番了解，真相大白，给小荣打电话的并不是眼前这个小林，而是另一个对阿瑞有好感的女同事。她冒用小林的名义，试图离间阿瑞和小荣的关系。太离谱了，居然还有这种事！小荣气愤地说。真相大白后，小荣松了一口气，但心里仍有些忐忑。她没想到自己在台湾的生活会有这么多挑战和波折。丽姐，我有时候会想，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冲动，是不是会少很多麻烦？小荣叹了口气。其实每段婚姻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，特别是像小荣和阿瑞这样的跨文化婚姻，更需要双方付出更多的理解和包容。为了让小荣更好地融入台湾生活，阿瑞特意安排她参加了当地的一些社交活动，帮她认识了一些同样是大陆嫁到台湾的姐妹。有了这些朋友的支持和经验分享，小荣渐渐找到了自己的生活节奏。我现在认识了好几个和我情况差不多的大陆姐妹，有四川的，有江苏的，还有上海的呢。我们经常一起聚会，互相分享在台湾的生活经验。小荣高兴地告诉我，他们告诉我不少适应台湾生活的小窍门，比如怎么和婆婆相处，怎么理解台湾人的处事方式等等。阿瑞也在不断学习如何做一个更好的丈夫，他开始学习四川话，尝试做四川菜，甚至主动提出要带小荣回成都过春节，让她缓解思乡之情。我觉得现在的阿瑞比以前更体贴了，他会主动问我需要什么，有时候还会给我惊喜。小荣笑着说，前几天他突然回家带了一袋子四川泡菜，说是专门从网上订的，让我尝尝正不正宗。那个试图挑拨离间的女同事在事情败露后被公司调离了岗位。阿瑞和小荣也从这件事中获得了教训，夫妻之间的信任和沟通是维系婚姻的基础。我们现在有个约定，无论多忙，每天晚上都要抽出半小时聊天，分享各自的一天。阿瑞说，这样可以及时了解对方的想法和感受，避免误会的产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荣和阿瑞的家庭也逐渐接纳了这段跨海峡的婚姻。阿瑞的父母渐渐被小荣的真诚和热情所打动，林阿姨甚至开始学习做四川菜，希望能让小荣吃到家乡的味道。小荣啊，这个水煮鱼我做的怎么样？够不够麻辣？林阿姨有些紧张地问道。太好吃了，林阿姨比我做的还正宗呢。小荣真心实意地夸奖道。陈伯伯也开始关注大陆的新闻和发展，经常和小荣讨论两岸的文化差异和共同点。我以前对大陆的了解很有限，通过小荣，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大陆。陈伯伯感慨道，现在的年轻人真好，能够打破隔阂，相互理解。小荣的父母也在去年冬天来台湾探望女儿，看到女儿幸福的生活，他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闺女，爸妈一直担心你在台湾过得不好，现在看到你这么幸福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小荣妈妈拉着女儿的手说道，阿瑞，谢谢你这么照顾我女儿，她从小就倔，脾气又急，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多担待。小荣爸爸拍着阿瑞的肩膀说，叔叔阿姨放心，我会好好爱护小荣的。阿瑞认真地说，两家人的见面消除了很多误解，也让两个家庭之间建立了更深的联系。小荣父母看到台湾的发达和秩序，打消了对女儿生活环境的担忧。阿瑞父母则感受到了大陆人的热情和真诚，对这门亲事更加满意。婚后第2年，小荣的职业发展迎来了转机，她在台北的一家大陆企业找到了新工作，负责两岸业务的拓展。这份工作不仅薪水丰厚，还能让她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。丽姐，我现在的工作可有意思了，我负责帮助大陆企业在台湾拓展业务，同时也帮助台湾企业了解大陆市场。小荣兴奋地告诉我，我发现我的四川话和台湾话都能派上用场。阿瑞也在公司里越来越受重用，被提拔为技术副总裁。
两人的事业都步入了快车道，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工作压力和更少的相处时间。我们有时候一周都见不到几次面，他加班，我也加班，到家就只想倒头睡觉。小荣无奈地说，有时候我都在想，我们这样算不算两地分居啊？工作与家庭的平衡成了这对夫妻面临的新挑战，特别是当他们开始考虑要孩子的时候，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。在台湾，很多职场女性都面临这样的困境。阿瑞说，但我们公司最近推出了弹性工作制，可以让员工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。小荣则有自己的担忧，台湾的生育政策和福利跟大陆不一样，而且我父母在成都，没法帮我们带孩子。要是生了孩子，我们该怎么安排？这个问题让两人陷入了深思。在两岸各自的文化中，对于育儿和家庭责任的理解也存在差异。在大陆，很多人还是依靠老人帮忙带孩子，但在台湾，核心家庭更普遍，很多年轻夫妻都是自己照顾孩子。阿瑞解释道，经过反复讨论，两人决定先调整自己的工作节奏，为未来的家庭生活做准备。阿瑞向公司申请了更灵活的工作时间，小荣也开始学习如何更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。我们商量好了，先存点钱，把房子买了，再考虑要孩子的事。小荣告诉我，阿瑞说他爸妈愿意帮忙，但我们觉得还是要靠自己。这种独立自主的态度让我很欣赏。在跨文化婚姻中，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和家庭规划尤为重要。经过2年的婚姻生活，小荣和阿瑞不仅克服了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，还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更深的爱情和更广阔的视野。以前我总觉得台湾人太婆婆妈妈，做事拖拖拉拉的。小荣回忆道，现在我发现他们是真的很注重细节，也很尊重每个人的感受。这种处事方式，有时候比我们大陆人的直来直去更能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。阿瑞也有自己的感悟，我从小荣身上学到了很多，比如勇敢表达自己的想法，直面问题而不是回避，这些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都很有帮助。两人的婚姻也影响了周围的人，阿瑞的一些朋友开始对大陆有了更客观的认识，不再局限于媒体报道的片面印象。小荣的朋友们则通过他了解到了真实的台湾，而不是想象中的样子。我妹妹前几个月也和一个台湾男生谈恋爱了。小荣笑着告诉我，他说是受我和阿瑞的影响，觉得台湾男生靠谱又体贴。我们公司最近也增加了很多大陆员工，大家相处得很融洽。阿瑞补充道，我觉得随着两岸交流的增多，这种跨海峡的婚姻会越来越普遍。在去年的春节，小荣和阿瑞在台北的家里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团圆饭，邀请了双方的父母和一些亲友。餐桌上既有四川的麻辣火锅，也有台湾的卤肉饭和珍珠奶茶，两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分享着各自的生活经历和家乡故事，其乐融融。看到你们这么幸福，我和你爸爸就放心了。小荣妈妈感动地说，家在哪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和爱的人在一起。是啊，两岸一家亲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文化的根是相通的。陈伯伯举杯道，祝福小荣和阿瑞，也祝福两岸的情谊长存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小荣和阿瑞的故事讲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他们的婚姻并不是一场骗局，而是一段经历了考验，最终收获幸福的真爱。作为一个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，我想说，跨文化的婚姻确实会面临更多挑战，但只要双方都愿意理解、包容、尊重对方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，这些差异就不会成为问题。爱情是最好的通行证，它可以跨越地域、文化、习俗的障碍，让两个原本陌生的人走到一起，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。我是丽姐，祝福每一位听众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